我们这边不用动物粪便，我们用昆虫粪便。它的原因是这个有种果串它是很好，但是很多人没有办法用它。好的土壤必须是一定要充足的氧气。太多种物料的原因之一，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要给很多种的微生物有一个好的环境跟它们的食物。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大环境，我们要引来很多的微生物，要在它里面生存的久，我们必须要有多元化的食物，让它有一个好的环境给它生存。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很多的物料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虫沙粪在我们这边做这个堆肥，应该没有几家厂家会做到了。大家好，欢迎来到 Max 一个频道。然后这一次跟大家讲一下到底是怎么去制作这些堆肥的。然后我们是大量去制作堆肥，因为网上有很多朋友他们都很好奇，到底我们是怎么做这种生物有机菌肥，所以我就过来拍摄一下，交代一下到底是怎么做的。今天我们介绍我们的 Kelvin， 他是这里的农场主人，做堆肥的生物有机菌肥介绍一下到底他们是怎么去做。大家好，这边给你们看其中一个物料了。这边因为我们有收集，我们在堆肥里面我们有超过14种物料来进行发酵，这个是其中一个，就是植物载体。这个是榴莲壳，里面有榴莲壳，有蔬菜水果都混在一起了。OK， 这边可以很明显看到，我们榴莲壳一来的时候，它是很新鲜青色的嘛。如果你这样堆置的话，没办法进行一个发酵，它就会导致生霉菌。你可以看到这边很清楚。OK， 你看这种你看到吗？很多青色的，这个就是一开始可能在榴莲厂那边他们剥掉壳的时候，他们放置的时候，就会很容易导致霉菌来。这种霉菌是一种坏的菌。所以来到我们这边过后，你看很多都是有带青色的，有些是完全没有青色的。OK， 这个是在还没有进行喷这个生物菌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很多的恶菌。所以来到我们这边的时候，一下了过后，我的工人我就会安排撒上这个我们的这个微生物菌，撒了过后，它就会进行发酵，它就会在短短的3天里面，榴莲壳会马上变色。会变得比较没有这么绿色如果你不喷的话，它应该要在1个星期，它才会慢慢变色，而且会产生很多的霉菌，就像这样子的青色。这些青色是已经霉菌已死了。如果一开始的时候它是比较亮的这个青色，现在这种是因为我们喷的菌它死掉了，这种我们叫真菌霉菌已经死掉了。OK， 你看到这些白色的吗？白色就是我们时常会进行翻堆，因为在里面呢要把它翻出来，让它的那个可以均匀一点。这种白色的就是我们微生物的代谢物，所以越多的白色就代表微生物里面的繁殖量就越好你看到吗？现在在冒着烟。OK， 这些东西我们进行发酵过后，我们还会进行再粉堆，然后再掺杂别的物料一起，因为我们的物料太多种了，所以我们必须分割出来去进行发酵。我们的发酵载体14种，蔬菜、水果、榴莲壳、米糠、鸡蛋壳，然后我们的豆渣、豆腐渣。豆渣是拿新鲜的黄豆搅碎来进行发酵，豆腐渣就是工厂他们做的那种废弃的那个豆腐渣，新鲜的我们就跟他买过来。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些咖啡渣，等一下我会带你们去看每一个。还有我们有用很特别的，就是虫沙粪。虫沙粪在我们这边做这个堆肥，我们这边不用动物粪便，我们用昆虫粪便。它的原因是动物粪便它的恶菌里面来的太多了，我们可能拿它的营养可能拿到1、2种营养，但是我们拿到的那种恶菌可能甚至是几10种的恶菌，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做这些复杂的工作。而且你说要把这个动物粪便完全的杀灭到完，这个是很难做到的，所以我们就选择这个昆虫粪便。昆虫粪便 ，OK， 第一，它的粪便来得很小，而且它里面原有就是带有很好的微生物、好的菌在这个粪便，而不带任何的恶菌在里面。
所以我们就选择用这几种的昆虫粪便。然后昆虫粪便它的分子也比较小，对植物吸收的能力非常快。你看这边是我们已经在第2次降温了，这个是已经腐熟好，这个是叫第2次降温。第2次降温了过后，温度降下来过后，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个筛分，就是把这个粗颗状的筛选出来，把幼的就是可以进行包装。你可以看一下这边。一样咯，你会看到了很多的这个菌丝，白色那种，很多都是那些菌丝。OK， 你看这个是其中有种的这个果串，我们也会有拿来用，也是拿来用。但是你看要像我们这样可以腐蚀到，你看用手可以拉掉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东西这个东西要像我这个状况，可以把这个纤维可以撕，这样用手轻轻的这样撕开它，就是因为微生物的这个奥妙。可以做得到这一点。你看这么大的一个果串，你看用手轻轻就可以撕开了，根本就好像纸张了，你明白吗？这个要多久的？如果普通发酵要多久的时间才能够做得到？这个就是有菌的奥妙之处。对，是。这个有种果串它是很好，但是很多人没有办法用它，就是因为在发酵过程他们遇到很多的困难，所以他们不选择用这个。其实这一个的纤维，它对土壤 OK 有一定的帮助，然后它也可以帮助疏松土壤，让它比较透气。要有一个透气的土壤，这个微生物才有办法在里面生存，才有一个好的环境。好的土壤必须是一定要充足的氧气，如果氧气在土壤里面少过12%，所有的微生物应该会死了一半多，所以我们的土壤最少都要超过15%的通透，就是透水也要好，然后氧气量才会充足，所以在土壤里面，微生物的种类才会多。我们在土壤不可以单一微生物，单一微生物根本没有办法给土壤一个好的一个生态。就好像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有各种种族、各种不同肤色的种族活在这个世上因为工作太繁杂了，真的太繁杂了，做到我们都真的是很累。因为太多种物料，的原因之一，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要给很多种的微生物有一个好的环境跟他们的食物。就打个比方说，如果我们4个人甜酸苦辣。一个人喜欢吃甜，一个喜欢吃苦，一个喜欢辣，一个喜欢吃酸。OK， 如果我这边只做酸的食物，所以我就失去了3个顾客，喜欢甜的、喜欢苦的、喜欢辣的，他就不来了，只有酸的来，你明白吗？所以这个环境，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大环境，我们要引来很多的微生物，要在它里面生存的久，我们必须要有多元化的食物，让它有一个好的环境给它生存，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很多的物料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你单单选择一种，只有可能引来那几种的微生物来，所以根本没有办法保持一个好的一个生态。OK， 这一个就是我们用这个果串我们自己拿来打咯，打到像它这么幼咯。然后我还有更幼的，我们的机器，我们的筛网有很多种型号的筛网，我可以打得更幼，可以打到差不多是5个 mm、6个 mm 这样的细度啦。我们的机器也是有这样打。我们用也是一样咯，在掺在这个泥土在翻泡的时候，让它里面的那个透气量比较好，所以微生物在里面做那个工作也比较快。如果没有一个透气的一个那个翻泡的时候你贴着就好像一个粘土，它很贴着，里面没有空气，没有办法透气，这样的话那个微生物根本没有办法在里面生存。只要是微生物，它必须要有氧气，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个堆肥发酵都是用一个耗氧菌。不可能用一个厌氧，厌氧的话，那个微生物我们没有办法生存在这个里面因为在这个户外的这个发酵都是用耗氧菌。我看到还在冒烟哦，这个是啊，它就是一直在冒烟了。这些就
啊，看不到啊这种啊，这种不会，因为我没有喷菌。哦。OK， 你看这个东西哦，如果不喷菌的情况下，它只会一直在干。对，它只会一直在干。是，但是如果我一撒上菌的话，它就会开始冒烟。啊，它就里面在发酵，在产生那个热能跟那个我们叫做氨气在跑出来。啊，明白吗？啊，那么神奇哦！啊，那个菌的功能真是很强。这个菌真的是很奥妙。啊，这个菌真的是很奥妙。他们在做吗？啊，等一下可以看一看，今天刚好那个是博德森来的顾客。OK。啊，他要去体验一下下池拉网看那个扒那个小鱼那个过程。但是还不知道运气好不好，今天会拿到多少嘴还不知道，因为这次很少去开它。